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主题还是一样的微生物的生长跟控制。好，那我们的主题是有关于微生物生长的化学因子。好，那我是美和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系吴纯一老师。好，那有关于我们上次讲的是微生物的物理因子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微生物化学因子。那化学因子事实上比较多的是跟营养有关的。那微生物它也是细胞，所以它就是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像碳源啊、氮源啊、硫源啊，或者很多的金属啊、稀有的金属啊、trace element 啊，或者跟氧有关的啊，或者是任何的有机物。那这些东西都是微生物的化学因子。那微生物的碳源是什么呢？碳源你看这边就写得很清楚，as a structural skeleton of the organism， 就是有关于结构骨架、结构的碳骨架。那碳源最主要是第一个得到 ATP， 那第二个它可以形成结构的碳骨架。那因为碳源是最直接、效率最快，在代谢的时候效率最快。那大部分的微生物它经由糖解作用，那真核生物它可能还有 TCA cycle。那之后就可以转换成很多 ATP， 它就可以进行活动。那这个是一个微生物的这个细菌的这个图，这是一只细菌micro。好，那有关于为什么微生物需要氮源、硫源跟磷呢？那最主要是氮源跟硫跟磷，它可以组成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N base， 就是我们的碱基啊。那这些碱基最主要是可以合成很多的核苷酸、核酸或者是核苷等等的。那像最有名的一个东西叫 ATP 嘛，就是由这些东西合成。那碱基有什么呢？有所谓的 adenine，adenine 的中文叫什么？鸟粪嘌呤，鸟粪嘌呤。那另外一个是cytosine，AT 的话，我们先讲 T 好了 ，ATCG。我们先讲 G 好了 ，G 是 guanine， 那 guanine 是什么东西呢？叫鸟粪嘌呤。那老师再更正一下 ，adenine 是腺嘌呤，然后鸟粪嘌呤。那 cytosine 是什么东西呢？C 开头是什么东西？它是有嘧啶的，C 当然是 cell， 对，它叫胞嘧啶，细胞的细胞胞嘧啶。那我们看最右边的这个，我们不先介绍中间那一个，右边这个是一个 T 什么东西啊？它叫 thymine， 就是所谓的胸腺嘧啶，胸腺嘧啶。那中间呢什么东西呢？uracil 就是所谓的尿嘧啶。那在 DNA 里面它有 ATCG， 但是到 RNA 里面，它的 T 被 U 所取代，所以 RNA 里面没有 T， 没有胸腺嘧啶，它只有尿嘧啶。那 RNA 里面就是 AGCU 这四个碱基。好，那学到碱基，碱基是哪里呢？碱基就是它核糖最上面的那一个，核糖最上面的那一个右边，放1号碳上面的这个就 ATGC 啦。那一个核糖加一个碱基，就是所谓的 nucleoside， 就是核苷。那如果再加一个磷酸，就变成核苷酸，这是有层次的哦。你看它是有层次的哦。从碱基加一个核糖变核苷，再加一个酸变核苷酸，变成 nucleotide。你可以说它是 nucleotide，或者可以叫它 nucleoside、monophosphate。它是一个核苷单磷酸。那2个核苷就变成双磷酸。3个磷酸就变成核苷3磷酸，那如果上面 base 变成腺嘌呤，就叫做腺嘌呤核苷3磷酸，就是 ATP 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一个碱基再加一个核糖，然后再一个磷酸的话，这样子一个这样为一个单元，这是个核苷酸嘛，串起来的话就叫做核酸。那核酸有2个。一个叫做核糖核酸，一个叫做去氧核糖核酸。那核糖核酸就是 RNA 嘛，那 RNA 主要有什么东西啊？在2号碳上面，它是一个 OHG，这个是 RNA。那 DNA 就是去氧核糖核酸，
它在2号碳上是个氢去氧的，这是 DNA 跟 RNA 的另外一个不一样。除了它们碱基有稍微不同之外，那它们在2号碳上面的这些挂的分子也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从它这边结构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在讲那个 ATGC 的配对。那和所谓的嘌呤跟嘧啶，这个我们待会来讲好了。通常就是 A 配 T， 那 C 配 G。好，那 A 配 T 它是双键，那 C 配 B 是3键，3个氢键跟2个氢键，这是2个不一样的。所以双股螺旋 DNA 它最主要是2个股里面的 A 配 T 双键 ，C 配 G 3键这样去配对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腺嘌呤核苷3磷酸。为什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高能的东西？因为它有高能磷酸键。当我们生物需要能量的时候，它就断掉一个 P， 就会释出很多的能量，释出很多的能量，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 entropy， 高能。好 ，OK， 那ATP 这个东西呢，很多同学可能没有概念。生物活下来都是为了要得到 ATP， 很多的生物，它代谢，它做了很多事情，就是为了得到 ATP。就好比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？你工作难道是来这边做善事吗？或者是来做什么？不是嘛？你就是为了要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，老师我是来行善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来这边当义工的，当义工也，那你还是要活下去啊，你还是要每个月的开销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生物活下去，它最主要就是要得到这个东西。这就好比我们的台湾，在台湾我们就是新台币，美国就是美金嘛，对不对？欧元、日本日币，越南盾，OK， 越南盾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能量单位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 trace element， 就是所谓的稀有的一些元素、金属。那我们人体里面事实上是非常需要这个东西的。为什么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1次水是 OK， 但是在2次水，我通常跟学员讲，你不要认为2次水是非常干净的水，它经由渗透膜过滤2次，所以叫2次。那过滤之后，它连这些稀有的金属都没有了。那你没有水里面没有这些稀有的这些金属的话，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不好。长期喝对身体是非常不好。那像铁，铁的话它是血红素的中心，亚铁离子是它中心的元素。你如果没有铁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形成这些血红素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跟氧气结合，它就没有办法携带氧气。血红素它就没有办法携带氧气。那像钼也是，铜也是。那锌的话，老师要特别提到，某些的酵素，它的中心必须要有一个锌的这个金属去活化它，这是所谓的 metalloenzyme。那像什么东西是 metalloenzyme 呢？像磷乳胰蛋白酶，它的中心就会很像个锌，那其他蛋白质就会形成很像一个手指头结构。这在生化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，叫 zinc finger， 这是它的特征啊。但是它必须要有锌才能够去活化这些酵素。所以这些 trace element， 不管是在我们的人体或者是在细菌里面，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元素。那这个就是在这些因子里面的化学因子里面的所谓的 cofactor 辅因子。那在生化里面叫 cofactor， 在营养学里面就变成什么东西？变成矿物质，就变成矿物质。OK， 好，那这边是在讲它的化学因子里面的氧气。那氧气它是在代谢过程里面是作为电子的一个接受者。但是对一些微生物来讲，这些氧气它本身是有毒的气体。这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特别去介绍，为什么厌氧菌不能利用氧气。那一般的生物利用氧气又会产生怎么样的有毒的物质？你不要认为说，氧气用完就没事，不会，它会伴随着一些不好的东西产生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抗氧化的机制。那抗氧化的机制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很多抗氧化的这些营养成分。所以不要认为说氧气就是绝对的好，不是，没有这种概念的。那有关于微生物的
针对不同的氧气，我们分成5大类。好，那第一个叫 obligate anaerobe， 叫绝对耗氧气，绝对耗氧菌。你可以看在液态倍氧机里面，这些微生物它都是不是都是集中在最上面，因为它最需要氧气，好，它最需要氧气，这叫绝对耗氧菌。那第二个叫做 facultative anaerobes， 这叫间性厌氧。好，那间性厌氧这个是最容易被 confused 的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间性厌氧是喜欢氧气还是讨厌氧气？很多人都厌氧啊，就是讨厌氧气。No， 这概念错了，把它抄起来，这很重要。老师再讲一次，老师说这很重要。间性厌氧，因为80%以上的细菌都是间性厌氧菌。我基本上是喜欢氧气的，但是我也可以忍受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，这个叫间性厌氧。老师再讲一次哦，我基本上是好氧菌，但是我也可以忍受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。80%你知道，所有的细菌都是间性厌氧菌，像大肠杆菌啊，你看它也可以在人体的大肠里面，你拿到一般的那个开放空间，它也活得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下次不要告诉我间性厌氧是厌氧菌，不对，间性厌氧基本上是好氧菌，但它可以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长。好，第三个叫绝对厌氧，这个地方我们会特别提到，而且下个礼拜我们会在这个单元，在下次的单元会特别提到所谓的什么是间性厌氧。那第四个叫做aerotolerant anaerobe， 就是耐氧厌氧菌。那耐氧厌氧菌基本上是讨厌氧气的，你也可以说它是厌氧菌，但是它可以在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，所以它跟间性厌氧菌是什么样？是对立的。对立的，好，那绝对耗氧菌跟绝对厌氧菌它是对立的，所以你可以1跟3画个箭头画起来，好，那2跟4画个箭头画起来，这样子你就知道那2个是对立的。好，那第5个是微氏氧菌或微耗氧菌，很多的肠道菌都是微耗氧菌，好，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，好，那像什么东西？像比菲德氏菌，它就是一个微耗氧菌。好，那有关于这些有机物的话，我们最主要有提到所谓的嘌呤跟嘧啶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些碱基嘛，那嘌呤有什么东西啊？有腺嘌呤，有鸟粪嘌呤，所以 A 跟 G 它是嘌呤。好，那C 跟 T 是嘧啶，然后一个是胞嘧啶，然后一个是胸腺嘧啶。那你不要说A 配 T，G 配 C， 那 AT 就是嘌呤 ，CG 就是嘧啶，这是错的。好，一个是双键，一个是3键。但讲到嘌呤呢，是 A 跟 G 是嘌呤，那 C 跟 T 是嘧啶。好 ，OK。那在 RNA 里面，刚刚讲过 DNA，RNA 里面它是拿尿嘧啶来换这个胸腺嘧啶，就胸腺嘧啶被尿嘧啶取代，所以 RNA 里面是 C 跟 U， 这是有机物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。那我们也不要呼口号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化学。下个礼拜下一个单元，老师每次都说下个礼拜，我们可能下礼拜不要再拍了啊。这个影片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，所谓的微生物的氧化作用跟抗氧化，所以下礼拜一定要好好听。那这礼拜当然也要好好听，因为这礼拜是一个基础。你如果没有这礼拜的基础，你下礼拜可能也听不懂。好 ，OK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好，那希望各位同学回去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发问，或者在网络上可以写下你的一些心得给老师。好，那这时候必须要学瑜伽的那来老师教你们瑜伽的动作就是合掌，然后你的大拇指呢靠在胸口这里，然后非常诚心的说 Namaste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